长效应管实际上是一种电压放大的功率器件，在电子电路当中广泛的应用。这些体积大小不一样的这个元器件，这些都是长效应晶体管。我们来看这种长效应管的具体案例。通过具体的案例，我们来详细的了解长效应管的应用场景。这是一个直流电动机的工作电路图。这是一个电动机，这是第二个电动机，这是第三个电动机。这三个电动机分别接在这个长效应晶体管这个漏极地，串联在这个漏接地当中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充当这个模式管的负载。那么这个电动机是如何来启动和关闭的呢？我们来看，这是一个正5伏的这个电平电压。那么这个电平输入到这个开关过来以后呢，经过一个1K 的这个电阻，再串联一个3.3K 的电阻，直接到地。显然这个电阻和这个电阻是构成一个串联电阻的结构。我们知道电阻串联以后可以进行分压，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分电压。当这个分电压达到3.5伏的时候，那么机极它就会进入控制状态，把这个 VF1 进行控制起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电平一旦达到3.5伏，那么这个模式管的 D 极和 S 极就相当于导通，相当于一根导线。此时这个负载电源就会经过正极流向这个 M1 这个马达，再流向这个功率管的原极，直接返回这组电源的负极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电路的回路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马达就得电，得以运转起来，它就这样来导通的。当这一点的电位低于2伏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模式管它就会进入截止关断状态。此时这个 DS 相当于一个开关，处于关断状态。那么这个电源的电流流到这个马达和这个漏极的时候呢，就通不到 S 极了，这里被切断了，那这个回路呢就被切断。这个时候这个马达它得不到电压，所以它就会停止运转。这就是整个这个马达的工作过程，是靠这个模式管呢来进行控制的。通过这个电路的分析，我们就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到这个功率管它是一个电压控制器件，通过机极的电压来控制 DS 两极的导通与关闭，从而直接把这个马达控制起来。好，这里是每日登课堂，感谢老铁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，请把红心点起。
更多的电知识，请持续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